今晚和你分享这样一篇文章：管住嘴是教养，会说话是修养。说话这件事，说得多不如说得对，说得对让人洗耳恭听，反之让人充耳不闻。其实会说话是我们每个人人生中的必修课。不揭人短是说话的基本素养。俗话说，利刃割体痕易合，恶语伤人恨难消。言语一旦伤了人心，比身体受伤更难修复。知乎上有个问题是，开不起玩笑的人不受欢迎吗？其中一个回答印象深刻。无论关系有多熟，揭人短和开玩笑都是两回事儿。对于大家约定俗成的东西，不能乱说。比如身体缺陷、容貌和一些不好的经历。说你开不起玩笑的人，其实是缺乏同理心，非蠢即坏。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没人不爱面子，但伤了面子，便伤了人心。俗话说，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瘸子面前不说短，胖子面前不提肥，东施面前不言丑。说话不揭短，应是一个人说话的基本素养。心理学有一个冰山理论，我们眼睛只看到水面上冰山的1/10，而9%的冰山在水下，常常被我们所忽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而大多数人透过视相看到的都是冰上一角。不知他人苦，就不要说何不食肉糜。没经历他人的伤，莫劝他人大度。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他人的经历你没经历过，他人的感受你也无法体会。看过这样一句话，每逢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你就要记得，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人人都拥有你的优越条件。当你不了解别人的经历时，就不要贸然做出评价。其实，真正成熟的人，从不随意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荀子非12子说：“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说话恰当是明理的表现，而沉默得当是一种看破不说破的智慧。一位作家分享过自己高中同学的故事。高中同学晶晶的爸爸是银行保安，但出于青春期特有的敏感和自卑，每次大家问他爸爸的职业，他都说在银行上班。有时晶晶还会刻意强调，我爸是柜台的职员，大家需要换零钞都可以找我帮忙。其实所有人都知道他隐瞒了真相，因为班上的另一个同学就住在银行附近，见过他爸爸很多次。难能可贵的是，同学们都没拆穿他。印象最深的一回是大家去吃麻辣烫，晶晶的爸爸穿着保安服迎面走来，在场的同学感受到了晶晶脸上的窘迫，那种羞愧难当是掩藏不住的，恨不得找条地缝塞进去似的。就在那瞬间，其中一个女孩突然笑着说：“我想去一趟超市，一起吧。”不由分说的就拉着晶晶的胳膊往超市的方向走去。就这样，大家心照不宣的用一种默契的方式保护了一个女孩子脆弱的自尊心整整3年。多年后再次相聚，同学晶晶早已走出了青春期时的自卑，她大方提出那段往事，谢谢他们之前的善待，没有拆穿她。看破不说破的背后，不只是管住了嘴，更是设身处地体谅他人尴尬的善良。那些身边会说话的人，让关系相处融洽，因为他们会在难堪时机智地帮你解围，会在尴尬时帮你化解危机。古人云：智者思而后言，愚者先言而后思。说话出自天性，
不说出自智慧。看破不说破是一种洞察力，更是一种为人处事的智慧。有人曾说，我不在乎说话之术，而在意说话之道。我的说话之道就是把你放在心上。其实会说话的核心就看你心中是否有他人。说话不揭短是懂得对他人的弱点保持沉默，给人留面子。知人不评人是懂得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背后是理解和宽容。看破不说破是懂得给人留台阶，保护他人自尊。真正高情商的人不是能说会道，而是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我们的五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解释：我们为什么都长着2只眼睛、2个耳朵，却只有1张嘴呢？因为要我们多听、多看、少说话。切合时机的缄口沉默，是懂得，是选择，是善良，更是一个人的高素养。少说话是教养，而会说话则需要一生修炼。好的，以上就是今晚的夜读，感谢您的收听。高希在北京，祝您晚安。